Hello，大家好，每天读经5分钟。今天我们继续在线上呢，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线上读书会哈。我们行有品的进度呢，已经到了后面这边重点的地方。那最近这几天的话，我可能会针对这部分内容，我可能会比较放慢脚步，比较轻松，比较随性的，我们来把一些心得都把它录下来，把它记录下来。好，那最近这几天的重点呢，主要就这2张投影片哈。一个是六祖避难于猎人队当中放生，还有吃肉边菜的这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呢，在他离开猎人队之后，准备要出来弘法，在广州法性寺印宗法师这边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这个部分哈，这2个部分是重点。我们最近这2天会慢慢来聊这个地方。其实六祖坛经到了这边呢，已经开始进入到后面比较精彩的地方，因为呢，行有品前面呢是在讲六祖慧能成长，还有听闻金刚经悟本性，还有在黄梅县东禅寺里面生活的一段过程，跟神秀之间透过写诗句来表达出自己对菩提自信的领悟。接着呢，五祖弘忍的筛选过滤，后来五祖弘忍传法给六祖慧能，又送六祖慧能下山等等这一段，这个部分的主要重点呢，也是在点出菩提自信的存在而已达摩祖师传法到中国，对不对？传到五祖弘忍，是中国的第4位祖师2祖慧可嘛，3祖生灿，4祖道信，5祖弘忍，总共第4个。传到这边，达摩祖师将心法传到中国，可是那么多人当中，就是4个祖师有悟本性，其他人大部分是没有。而且呢，祖师一代一代在传承的时候，他也只挑1位接班人而已到了慧能才开始改变。然后呢，所以说前面的重点就是点出菩提自信，而六祖慧能跟神秀就是一个对比，因为五祖弘忍要传承一个接班人的时候，神秀跟慧能2个是对比。那神秀其实就代表很多出家并且学佛的人，可是他靠着，因为五祖弘忍是单传独授的时代，你只能自己修，有点像累积经验值一样。经验值达到100%的时候，你才会解锁，你才会悟本性，你才会开启这个新的境界。那神秀大师还有包含像慧明将军，他们在黄梅县东禅寺的时候，虽然五祖弘忍在弘法，在弘扬金刚经，可是呢，老师讲经说法，每个人只能自己去悟但能够悟到本性的人，就是看每个人的因缘。因此，当时五祖弘忍他既然出作业，要大家取自心中的自信智慧，写成一首诗句来给我看，他这个其实就是在考察因为他也不知道每个徒弟悟了多少搞不好有的徒弟看起来不起眼，其实悟了很多。那有的徒弟也许平常比较显眼的，但不见得悟的是最多的，所以他就出个题目来考察。那后来没想到神秀大师呢，他虽然学佛学佛的这个法，学这佛的这些知识、这些文字、这些经典，然后呢，从身心的层面去修行，可是呢，还不能够发现到自信智慧的存在。换句话说，他的经验值还没达到。
还没达到突破到能够悟本性的阶段哈。所以说，在六祖坛经行有品的前半段，主要是在点出菩提自性的存在，并且用神秀跟六祖慧能做一个对比。那达摩祖师传法到中国，到了六祖慧能之后普传开来，到现在我们中国这边，包含华语的圈子，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对佛法或是佛经、金刚经、心经这些，其实知名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呢，你想想看哈，六祖慧能避难15年，这15年期间呢，神秀那边呢，五祖弘忍寺庙这些基业还是留给他，但是他们毕竟他们是有出家，毕竟也是五祖弘忍的徒弟，毕竟也是修行了这么久，不可能五祖弘忍不照顾他们。可是呢，后面六祖坛经也会提到嘛，慧能这边就代表南方这边南宗嘛，神秀那边就是北宗。那武则天到后面的时候，也是都请神秀去皇宫中供养嘛，跟他请教佛法。那武则天那个时候也想请六祖慧能去皇宫中跟他请教佛法，他也想看看，北宗如何，南宗如何，那有何不同，传的心法有什么不同。但是呢，六祖慧能并没有答应去那个皇宫中，并没有答应要去接受武则天的供养，因为他认为他主要还是要弘法于众生，他并不是为了得到这个皇帝供养的这些地位、名誉、名声，还有这些环境上的优渥，这并不是对六祖慧能来说，这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换句话说，武则天跟所有芸芸众生一样，他也只是一位众生，他就是也是一个众生而已。那六祖慧能他还是以平常的寺庙的教学和这些度众生、度化有缘为主，他并没有说想要，因为当你去皇宫中接受皇帝供养，那就没那么自由了，不是你想走就能走了。进去很容易，当你想离开的时候，皇帝不一定愿意让你离开，因为皇帝想把最好的人才、最好的宝物、最好的财宝都留在自己身边使用，他希望自己是最大受益人。但是六祖慧能他希望是他所承接的达摩祖师传下来，传到五祖弘忍，交付给他的使命是要将佛法弘扬开来的，是要广度有缘的。所以他并不是只是为了皇帝而服务而已，所以他并没有去接受宫中供养，因为你进去就不那么自由了，相当于鸟子漂亮的小鸟被关到笼子里一样啊，而且伴君如伴虎，有很多的东西都没那么自在，而且也有很多有缘众生，当你进到皇宫里面去之后，你跟这些有缘众生可能就不容易去遇到，就错过了这样子。那所以说，以上说了那么多，其实重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佛教的团体，学佛，我们不要说佛教，不要说宗教，我们就说学佛的人，到六祖慧能的这个阶段，五祖弘忍传给六祖慧能嘛，但是同样神秀那边代表的是，也是出家人，也是修行人，也是学佛的人，但是呢，变成两个分支，有很多学佛的人、出家的人，他是跟神秀一样，他是还在累积经验值，还在读经典，还在学佛理，但是还没悟本性的。那六祖慧能这边代表的是说，超越了宗教，也不管你是学佛不学佛，但是呢，只要你的因缘具足，六祖慧能就会引导你悟本性。那悟本性其实本来就是一切宗教、一切圣人共通的使命。你看儒家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德就是说要帮助你开发你的光明的菩提自性啊。明德就是你的菩提自性啊。
明明德就是老师引迷入悟，帮助你把这个被无明遮蔽的明德给释放出来。那乌云拨开之后，明德显现出来，不就是明明德吗？所以说儒家的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之后呢，要普度众生嘛，在于亲民嘛。然后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像辐射一样扩散出去，最后达到普度众生的，也是菩萨道的精神，广度有缘。你看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嘛，他就是要普度化一切众生。但是度化一切众生的时候，心中又不能存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法相、非法相这些形象执着，要无住无为法，无所住而行于布施嘛，这《金刚经》说的。所以说有些内容都是相关联的。那再拉回来，前面说了这么多的重点，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要讲的接下来这几天要聊的这两张投影片的内容，其实呢，你会发现呢，它已经进入到了菩提自信的应用了，进入应用阶段。就是说，所有的修行人一开始，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要先发现自己菩提自信的存在，你要先相信，要先知道有菩提自信，接着呢，你要学会如何拨开心中的这些无明的乌云遮蔽，然后呢，跟自己菩提自信链接，跟菩提自信链接之后呢，要自用智慧，你要把这般若智慧用出来。像六祖坛经后面有讲啊，自信动用嘛，供人言语啊，你用自信智慧、般若智慧用出来，来跟人家说话，然后用于做事情，好像你看六祖慧能放生啊，吃肉边菜啊，这就是用于他的行动当中了。换句话说，到了六祖坛经的后面，我们终于进入到了应用的阶段。它就是显现出呢六祖慧能，前面的内容是显现出六祖慧能悟本性的，然后用六祖慧能跟神秀来做一个对比，两个人同样是有学佛，但是一个是进入悟本性的阶段了，也是真正进入到了所有圣人，他就是希望引导你进入悟本性的阶段，然后呢迷时师度，悟了自度，用自信制度，用自信智慧来引导。那另外一批神秀那边的代表就是说，一样是学佛，甚至出家，或者说属于佛教，有宗教的体系了。可是呢，他们还在学习，但是还没有经验值，还没有达到悟本性的状态。针对佛理，针对戒律去遵守、去修，希望能有一天能够悟本性，是这样。所以你就可以包含现代的一样，现代的你说佛教的人，或是说出家人。一样会跟五祖弘忍时代一样会有神秀和慧能的情况出现。换句话说，这样的情况在五祖弘忍时代就已经存在了，那现在只是更普遍而已。那到了后面这边，其实呢，神秀那边跟慧能这边，因为有没有悟本性的这个分界点出现的话，在于应用上面就会有不同的用法。像我们提到这个吃素放生，如果同样的行为吃素放生，神秀那边他们也会这样做啊。可是他们是依照说应该守戒5戒嘛，杀盗淫妄酒，然后应该吃素怎么样？他是依照戒律、依照规范而去做的。可是六祖慧能他是依照自己自信智慧的引导来去做的，这两个就是关键点。所以说后面是已经进入到菩提自信的延伸了。换句话说，神秀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样子的概念去修行出来、应用出来的做法，跟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然后呢，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样的方式应用出来呢，做的事情好像一样，可是呢，他的心中的心法是不一样的。六祖慧能是倾听自信，他是跟自信智慧连结，用自信智慧的引导来去说话，来去做事情，所以他不需要拘泥于有为或有形象的某种固定的法。就像《金刚经》佛陀说的，说他无所说法。如果有人说他有说一个固定法，就是谤佛，因为佛陀是引导众生悟本性。五祖弘忍也说，《金刚经》最大的功能、无量功德，就是可以帮助大家悟本性。
那你悟本性之后呢，自性智慧呢，灵活的引导你向左走，向右走，每个情况不一样，它是法无定法，可是呢，一切万法呢，自性而生，就是你根据自性的引导来说话做事，来去悟所有的事情，这样子，佛家称为成就一切种智，就所有的事情你都能够，所有的智慧你都能成就。但是呢，如果修行人没有进入到悟本性阶段的时候，他只能够依照有为法，依照一些戒律去行动，希望有一天能够悟本性，是这样。所以说，到了后面，等一下，明天或后天哈，我们要聊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时候，这就是已经牵涉到，它就是潜意识了。换句话说，到时候我们会对比哈。一般呢，有为法的状态呢，风动就是外境嘛，然后幡动就是这个修行人的身心状态，而六祖慧能所说的这个心动是指的是潜意识里状态了。那这个部分就是属于菩提自性的这个概念的延伸和应用了哈。所以说这边的话可以聊的东西非常的多。而这个地方你如果不聊到这里的话，你读这边的文字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这边就是已经进入到菩提自性的应用阶段了。应用阶段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对比有为法跟无为法，对比神秀那边跟六祖这边修行上面起心动念、出发心的状态不同，那产生的结果也会不太一样。做的事情好像是一样的，但是心中的心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我们今天先读到这边，剩下内容我们就明天再聊喽。那我们就明天见了，拜拜。